之前我不是自己孵化了一只小鸽子嘛，养了10多天，结果它抢食物的时候不小心从桌子上面掉下来，摔死的。所以最近我又弄了2只，前几天送了一只给邻居。走，先带大家去看一下那一只，就在这个位置。Hello， 小伙子，看起来过得挺不错的，嘿嘿。拉开看一下，把它抓出来玩一下，看一下还认不认识我。放到地下玩一下。这鸽子有点不科学，刚刚送过去几天了，前几天还追着我要吃的，现在看到我就跑。还是给你放进去和你的鸡兄鸭弟过日子。我觉得这个笼子里面就好玩了，有鸡有鸭还有鸽子，重点是它们都能和睦相处。挺好挺好。这里还站了2只斑鸠，该不是我那一只嘤嘤怪吧？咕咕咕。飞走了一只，过来。这一只看它的眼神有点像，过来。哎，是的，好像找到对象了。先把这个鸽子放在这里，把它骗下来。哎，来了来了，重新给你介绍个对象啊！你那个对象太丑了。哎，嘿嘿，我看一下他对象还在不在。还站在那里啊，跑了。他对象已经飞走了，他也不下来。走，我们上去把他给骗下来。兄弟，嘿嘿，下来了，过来，过来，你们俩认识一下。还挺不错的。这几天不见，他都找对象了。他好像很怕这个鸽子。这站在一起一对比，这鸽子太胖了。不过斑鸠的块头本来就比较小一点。你还是去找你的对象啊，不打扰你谈恋爱。再见。把这个鸽子带回去，喝点水，然后把你关起来。以后有时间训练一下。最近比较忙，所以这鸽子都没怎么管它，长得还挺好看的。好了，今天就这样。这家伙真的是不能让我安心的睡个午觉，一睡午觉他就站在大门上一直叫个不停。算了吧，出来溜达一圈，没办法入睡的。当他一直跟在后面啄我的脚，把他放到手上，他就开启了他大嗓门的模式。这个季节山上的蚊虫实在是太多了，看鸡哥头上有好多小虫子，我隔三差五的还给他喷花露水嘞。前几天把他眼睛咬得肿特别高，这小子出来之后就躺我手上准备睡觉了，而且就叫了一嗓子，特别的安静。自己下去玩一会儿，他精神太好了。兄弟，以后我睡午觉的时候你安静一点好吗？我感觉房子的隔音太差了，他的大嗓门已经影响到我剪片的效率了，所以我打算重新找一个隔音好的房子，但不知道怎么找。还好朋友告诉我，租房子还得是58同城，房东直租，没有中介费，省心又省钱，还有视频看房功能，都是真房实拍，找房超方便。租房子发房源，我推荐58同城。好，你去玩一会儿。咋啦？这是有点社恐啊！放到地上疯狂的追我，他追上我之后，动不动就用脚踢我，特别是他现在这个状态，很蓬松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小心了，他随时都会踢我。不知道踢了我多少脚之后，他终于疲惫了，换了其他的项目在玩。这一下安静了，不过这山上的蚊虫太多了，看我手上。我不光要给自己赶蚊子，还要给鸡哥赶蚊子。这山上的蚊子可能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能站在这里不动让他们咬的。赶紧啊，兄弟，吼2嗓子我们好回去。
这山上的蚊子太多了。哎，野外的鸡哥叫了，来，赶紧把鸡哥架到手上，让他感受一下。往我肩膀上爬干啥呀？听一下，这野外的鸡哥叫得多开心呐！赶紧回应呐！这家伙和大公鸡差不多，总是喜欢站在我手上打鸣。有的时候站到手上就开始，有的时候可能要1分钟，看他的心情。本来我还想带鸡哥多出来玩一会儿的，奈何这个蚊子对我太热情了。它的针在我肉里面，甩都甩不掉啊！这家伙，别说，今天野外的鸡哥还挺给面子的，他们在互相对唱山歌，你停了我唱，我停了你唱。听一下，野外的鸡哥又开始回音了。可惜这个蚊子实在是太多了，我招架不住了。走了，回去。这家伙真的是特别爱躺在我手上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我也搞不懂。前几天下暴雨，我在池塘的这个角落捡到了一只被淋湿的喜鹊，应该是掉到池塘里面去的。就是这个家伙，我用吹风机给它吹干以后，它居然问我要吃的，我才意识到这是我放生的喜鹊之一。掉到池塘的原因我不知道，庆幸的是没有被淹死。今天是一个好天气，而且它好像也没什么问题，能吃能喝的。这几天都不知道吃了我多少条面包虫了，所以说就把它给放了吧。哎，往哪儿飞呀，你这小伙子？这是准备耐着不走是吧？居然上手了，好瘦啊，站在手上特别轻。飞走了。这几天算是很照顾它了，吃了我不少面包虫，关键是它一点都不怕人。放生的那一只红嘴蓝雀也回来了，现在羽毛也换得差不多了，嘴巴都开始变红了，挺好看的，就是很怕人，我一靠近它就飞走了。这个野化还是相当不错的。你这家伙嘞，要向别人学习哦，也飞走了。本来我以为这一次放了之后我们会就此别过，没想到刚刚我骑车从这里路过，它居然飞到我头上站着。更加离谱的是，它居然飞到家里面来，看到了我放在盒子里面的面包虫，试图把它给偷走。这几天我天天给它搞吃的，就是用这个盒子装的面包虫，它居然已经熟悉了。没啥用，它一会儿回来一趟，一会儿回来一趟，反正差不多就是10几20分钟，它就会飞回来一次。我在门口拦着都没用，它是把这儿当自己的家了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家里没找到食物之后，它就一趟趟的进笼子，然后又出来。它可能以为进去我会给它吃的。前几天为了管控它，我的确是小小的训练了一下，但是现在已经不需要了啊。不得不说，鸦科这玩意儿真的很聪明，依赖性也很强。自从这几天给它好吃好喝伺候了以后，它现在应该是不愿意自己找食物了。不过过几天就适应了，一直围着我，就等着我给它搞食物嘞。洗澡去，这么好的太阳，洗完自己去田里面找啊。它目前正在换羽毛，这个发型有点丑啊，而且我捡到它的时候挺瘦的，说明这家伙在户外过得一般般。今年放生的几只喜鹊，有2只已经彻底不回来了，另外几只还是天天回来偷狗粮，这家伙应该就是其中之一。洗完之后飞到这个房顶了，我刚看到上面有只猫，赶紧搞点面包虫给它叫下来，好歹人家也跟了我一路了，所以说给它搞点面包虫不过分吧。吃饱之后自己去玩啊，不要往家里飞了。我走了，估计短期以内这玩意儿是甩不掉了，这货特聪明。我家这狗子过年被鞭炮给炸废了，现在只要一放鞭炮，它就钻到猪圈里去了，一大半的时间都是在猪圈里面度过的，被我从猪圈里面给扯出来了。过了这么多年还是没适应嘛，现在就等别人放鞭炮了，看一下它是从什么位置钻进去的。这是咋了？觉得猪圈里面比较安全吗？关键是人家这一对鸽子天天在猪圈里面谈恋爱，这整得他们都不敢回家了。
过年期间鞭炮放得太猛了，我相信最近猛禽是不敢过来，所以把这帮鸽子全都放出来了，让它们自由繁殖一下。你们说巧不巧？3对鸽子放出来，都在找地方繁殖，而且它们选择的位置都是他们的父辈之前选择的窝，可惜他们的父辈基本上都没了，现在他们又继承了这3个位置。这个家伙选择在猪圈里面，可惜现在不敢进去，狗链子还挂在那儿呢，拴都拴不住。鸽子就站在这个位置，时刻盯着猪圈里面，就等狗子出来。这是真狗啊，你赶紧走啊，等一会儿鸽子蛋下半路上了，那就麻烦了。这个老鼠窝里面鸽子也在孵蛋，它之前就是在这里出生的，现在自己又在这里孵蛋。朋友送我的淑女鸽也放出来了，这2天好像也在孵化，它选择在鸽子老祖之前的位置。这家伙太好看了，那一只淑女是公的，母的是这个家伙，也不知道它们配对出来是什么样子，我还挺期待的。窝还是那个窝，可惜鸽子再也不是之前的鸽子了。安心孵化吧，希望少出一点意外。这个狗子我都不想说了，纯纯的废铁啊！来，今天整点西红柿吃一下。这2个家伙是我昨天去河边抓蚂蚱的时候，在别人玉米杆上，人家要砍了嘞，然后我赶紧把他们给救回来了。马上我又要出去抓蚂蚱了，顺便带你们看一下环境，还原一下事情的真相。主要是昨天我的手机在家里面充电没有带，所以就没拍到。出来之后我差点都不认识这个环境了。昨天这玉米杆还齐刷刷的长在地里面，今天全部砍好了，都绑起来了。昨天大概就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我发现了，不然的话今天可能它们已经成实体了，找都找不到。其实这个季节玉米地里面有很多白头鹎都在里面繁殖，但是我对玉米杆过敏，所以说我不愿意钻，太深了。但是最近早晚我都会过来看看，如果没有是最好的。我现在给你们看个东西啊，你们看一下，这玉米杆上很多知了蜕下来的壳，据说这东西很贵，是真的吗？旁边的树上也挂了很多，我随手捡了几个，就这么多了。这玩意儿没人捡吗？紧接着我认真的捡了2分钟，就满满一瓶。兄弟们，我是不是发财了？这里面到处都是，我感觉这玩意儿应该不属于我的财富，所以说我就不捡了，而且太热了，找个地方躲一下。还是我家这个傻狗永远对我不离不弃，这么热的天我一出来它就跟过来了。我其实是不愿意让它跟着，这个季节户外的蛇特别多，而且刚刚就在那个位置，玉米杆下面一个鸟窝被压着，我还说去看一下，有一条蛇，就这个位置，看到没？狗子还跑过去的，我赶紧走。蛇这个东西我还是有点小怕，赶紧把狗子带到安全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准备回去了。这么多准备怎么处理呀？好像对我来说也没用，先带回去吧。这狗子也不喜欢坐车，我是骑车出来的嘞。走走，回家去。最近的雨水太足了，今天终于出太阳了，池塘里面的鱼全部都出来了。这么多小鱼，先养着，明年都是饲料。听到大公鸡打鸣了，今天也把它放出来，让它好好晒个太阳。它最近脾气特别暴躁，动不动就要攻击我，所以说还是不逗它了。把关着的几只兔子也放出来，让它们在这里给我除除草，晒晒太阳，好好活动一下。这货就不放了啊，上次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它抓到。之前有兄弟给我留言说兔子繁殖的能力特别强，这样放养的话可能会导致大面积的繁殖，造成生态破坏。有一定的道理，这家伙能跑到那么远然后再回来，所以说把它关起来之后再也没放了。不过在我们这边这种概率可能性不大，但是我们要预防。这一只小天眼也可以放出去让它自己玩一会儿，不过这个家伙最大的问题就是放出去之后不好抓，它看到你拿笼子它就跑了。今天先放着吧，到时候再想办法把它抓起来，它不会去别的地方，很安全。顺便给大家看一下长期放养在外面的兔子是不是特别胖。
关键它还不怕人。这一只也是肥得不得了，到现在还没有繁殖，不过我也不期待。这一只天眼的孩子也是长期放在外面，它稍微瘦一点。兔子的领地意识太强了，出来之后它们就开始在打架。这一只天眼出来了1个多小时，一直在挨揍。这玩意儿跑得可真快呀！要是冬天就好了，搬个小板凳坐这里晒太阳，看它们追逐也特别有意思。它们这个分工特别明确，都是单挑，一只对付一只。我怎么感觉这一只公的都快顶不住了嘞？放着的几只兔子已经把这一块地当成他们的领地了，所以说他们也不会去别的地方。这一只公的应该是顶不住了，找了一个地方躲起来了。我把那只兔子赶跑了。这小子太温顺了，也是最亲人的一只。打不过了有什么办法呀？这个地方已经不适合这个家伙了，给他换一个安全的地方继续晒。感觉这个家伙也快撑不住了，趁他没有防备的时候，用狗绳把他给拴起来，不然的话后面可不好抓哟。哎，你这小子你别咬绳子啊，他还想跑嘞。这2只爱打架的又过来了，赶紧把这个家伙给牵走。有没有觉得这个家伙长得特别好看呢？可惜他的孩子一点都不好看。等一会儿还是把它关笼子里去吧。这个家伙放的真的是特别难抓，他很狡猾，看到你想抓他的时候，马上就找地方躲起来了，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今天这个太阳晒的，他们都快被揍哭了。终于不下雨了，去山上逛逛，顺便拐一只鸟。Hello。据说一戳它都说话，试一下。哎，跳到我手上来了，那咱们就一起吧。哎，别咬我啊，兄弟！手上站着还不过瘾，还站在肩膀上面去的。小伙子，跟着我转了吧，我还能给你打个辅助，抓个蚂蚱。不吃算了，放生。考验感情的时候到了，就放在这里。你要是过来的话，就自己飞。反正有翅膀，没有任何友谊，理都不理我。算了算了，只有狗子才是真爱。这山上有点不对劲呐，一只鸟叫声都没有，这么安静吗？板栗倒是挺多的，地上掉的全部都是，估计都被松鼠给搬空了。这什么果子啊？应该不好吃。这个是真好吃啊，但是有那么一部分是有毒的，我等会儿看一下啊，如果多的话减一点，有没有毒你们就看我明天有没有发视频就完了。刚还说特别安静，这一下来了一大群小熊猫，这玩意儿到了冬天特别喜欢飞到家里面去偷腊肉。这下面也有鸟叫，听着是不是像别人在吹口哨？这山上的蚊子就是多啊，特别喜欢咬我，过分了啊这些兄弟。看来我们的感情还在。他追过来了，而且中途还打了个野味，我给他的蚂蚱还不吃，他要自己抓。悄悄的搞跟踪有意思吗，兄弟？又跑了。等我追上来，他又直接飞到山下去了，应该是被狗子给吓飞的。走去看看。山上追到山下，发现他了，他在这个水沟里面洗澡。看到我过来，他起来了。来说句话。你好，我是小白猫。跟我走，带你去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洗个澡。这个水太浅了，就这里，快去吧。水特别清澈，这是从山上流下来的水，简称山泉水，就是它这个位置没有选好，水还是太浅了。我给他找了个位置，他不洗。我给他找的位置在这里，他老是去上面，洗又洗不了。可能是觉得这个位置水有点深，他的警惕性很高，害怕自己淹死了。我把这个地方改造了一下，变得比较浅，结果他突然变得很害怕，估计以为我要把他给活埋了，找了个地方直接躲起来了。好了好了，你从哪里来的？我现在带你去哪儿？走，顺便给你们看一下狗子在哪里。刚刚我吵它了，所以它现在总是离我们比较远。
他害怕又把这个家伙给吓跑了。然后我们往前走，他看到之后马上就会再跑到前面去，又找个地方等我们。好了好了，我要去采蘑菇去了。我们在这里相遇的，就把你放到这里，自己回去哦。兄弟们，我要搞点野味了。至于说有没有毒，只有吃过才知道，实践出真理。明天等我的消息。今天到山上给小鸟采一点野果子吃。走这种山路，我们一定要小心地面，因为随时都有可能有一条蛇在地面上晒太阳。我们来扯一片树叶，如果等一会儿有野果子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树叶给它包起来。发现了一株多花狗耳茶，这是一道药材，能不能吃我就不知道了。走吧。发现了一束山莓，这个特别甜，也不知道它欢不欢迎我们，反正我们就摘吧。这一棵树上我们就摘这么几颗，剩下的留给野生鸟吃。这里又有一颗，我们再摘一点。这种果子成熟之后跟草莓一样，而且味道特别甜。今天就摘这么多。有没有人觉得我摘的是蛇莓，而且不能吃？正好我们这边蛇莓也特别多，摘一颗给大家看一下。两边的这2颗就是蛇莓，蛇莓是长在地上的，这个比较硬，而且味道淡淡的，不怎么好吃。这个蛇莓特别鲜艳。我们摘的这个山莓颜色没有它好看，但是特别好吃。走吧，今天我们就摘这么多，回家去。另外提醒一下大家，在户外最好不要随便乱尝果子，因为吃不好就要请全村人吃饭呢。我在山上都听到水里面扑通扑通的，一看有一条狗掉下去的。走，我们下去看一下。嘿，这家伙，我还以为你掉到水里去了，结果它自己游回去了。它看到我之后特别害怕，上去了。哎，原来小丑竟是我自己。走吧，回家去。小伙子们吃草莓呢，开始吧，吃饭。你躲在后面干什么？吃。他们好像不是特别喜欢吃，而且这2天他们的鸟窝我没有给它整理，身上看起来有点脏。过2天就好了。把剩下的树莓拿去喂兔子了。饭桶还挺喜欢吃这东西的，嘿嘿，送给你了。顺便给大家看一下我前几天孵化的小鹌鹑，好小啊，这家伙。把它放到3号一起对比一下，我都担心这个鸭子一口把它给吃了。好了，把它放到保温箱里面。这鸟是真跟我有仇啊！刚我看到它叼材料在这里做窝，我就过来问了它一句：“你是谁？”结果它就开始咬我的脚，欺负我穿拖鞋啊！这家伙。为了缓和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以防绞痛，搞点材料给它做窝，收买一下它。我说怎么突然之间所有的鸟全部都飞了？来了一只游隼，不知道抓了个啥，钻到这里面去了，没看清楚，该不是我的鸽子吧？赶紧回去看一下。还有几只鸽子放在外面，我也搞不清楚啊。反正刚刚一瞬间全部都躲起来了。地上还捡了一只不会飞的魔术鸽，这背上可能是公鸽子给弄伤的，毛都薅没了。这家伙的警惕性也真是够高的，刚一瞬间就躲起来了，也不做窝也不咬我了。我都转了一圈了，它还不出来。最后可能觉得户外彻底安全了之后，它终于是悄悄摸摸的出来了。赶紧做窝啊，冬季还没来，还可以繁殖嘞。说的都是啥呀？这开挖掘机了，别开了，赶紧进窝，猛禽马上又来了。你们看着啊，我现在用手机放刚才猛禽过来的一瞬间，
其实它可能都没看到猛禽，但是所有的鸟一瞬间全飞了，特别安静。它就知道有危险，赶紧躲起来。再次让它听手机里面这个片段的时候，它还是会害怕，本能的反应。反正就是不怕我。从这边路过就问了它一句话，就开始咬我的脚。几点了？几点了我不清楚，但是可以给你送点材料。哎呀妈呀，你咋又在咬我嘞？这小伙子，要不是我这个人皮厚，就这几下我的手就要见血了。给他送到他的鸟窝去。路过的我操碎了心，我把它塞进去之后，他把刚刚放进去的材料又扯出来了。所以说这个窝做好几年都没做好，是有原因的。实在是这个纸你不需要的话，还是给我吧，留着上厕所也可以啊，也不能浪费。现在挣钱多难呢，还是让他自己找材料吧。而且我刚刚看了一下，它窝里面真的是连一根毛都没有。不过里面有一颗蛋，预计不出3天就会被它玩碎。要不我们把蛋拿出来看看？哎呦，这小子，哎呀，这一口见血了，见血了。所以说啊，一定要远离这货啊。这一次我也是没办法，我就路过，他过来就咬我的脚，我能什么办法呢？穿拖鞋不是罪吧？哎，不跟他玩了，再见。过年了，兄弟们，给你们拜个年啊！看我们放的鞭炮，狗子都被炸丢了。我们去看看鸭子，我就猜到了，这狗子肯定躲在猪圈里面。胆子太小了，每年放鞭炮它就是这个样子，最少3、5天它都不敢出门。门打开，你自己赶紧躲起来。我听到小鸡的叫声呢，看一下，这只科尔鸭翅膀下面藏了2只小鸡，这孵化能力还是挺强的。有人认识这是什么品种的小鸡吗？感觉还挺好看的。赶紧钻进去啊，等一会儿冻死了。今天还下雨，温度挺低的。我在这里等了几分钟，它最终还是钻到了鸭妈妈的肚子下面，这一下我就放心了。天快黑的时候，我听家里人说一直有小鸡叫，过来一看，这一只一直在外面，担心它冻死了，带回保温箱放几天。今天是正月初3，温度特别高，一帮小兔子全部都在晒太阳。看一下鸭妈妈去。此时此刻，鸭妈妈正在带着小鸡出去溜达，我来看看它有没有带它去游泳。虽然小鸡不是亲生的，但是它带的特别好，看到我靠近它就跑。它在这里和其他的鸭子汇合之后，我已经分不清哪一只是鸭妈妈的，但是小鸡明显能分得清楚，已经跟着鸭妈妈去水沟了。但是这个水沟里面的水特别浅，影响不大，只要是不下池塘，我基本上不用担心。网上都说科尔鸭不会孵化，不会带娃，看人家把小鸡照顾得多好。重点是这其他的鸭子没有一只欺负小鸡的，说明这只母鸭子平时鸭品还是挺好的，而且小鸡也特别珍惜，鸭妈妈走到哪里它跟到哪里，一步都不离开。转着转着，他们好像准备回家了，结果是想从这一道门出去。门打开，让他们出去溜达一圈，顺便把前几天我们放到保温箱里面的这一只小鸡还给鸭妈妈。鸭妈妈看到这只小鸡还是挺激动的，一直在召唤它。这一下你们一家3口不就团聚了吗？切记不要下水。走着走着，小鸡丢了一只，看一下鸭妈妈多激动。在这里，这货智商有点低呀。鸭妈妈过来找他来了。就这智商，我感觉母鸭子不用带它，它都会淹死。晚一点我要看一下情况，如果不靠谱，还是把它关到保温箱里面。鸭妈妈带它们溜达了一圈，就进猪圈了，然后就在这个位置孵化的，食物和水都很充足，问题应该不大。过了一会儿，我过来观察，发现这一只
就在外面。不过问题不大，今天温度高。我还发现鸭妈妈会把自己吃的食物又吐出来，然后给小鸡吃，真的挺靠谱的。不过毕竟鸭子喜欢游泳，希望这2只小鸡的命比较硬，我会随时关注的。你们看这大公鸡放着行吗？已经被别人驱赶了，又去欺负别人家的母鸡去了，把它赶回去。这真是养不熟啊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煮熟。这只鸡养的时间有点久了，我估计肉质也不好吃。走。它来的时候主要是一直冲着我打鸣，所以我才把它给留着。现在它毛色也好了，体重也增加了，站在我手上也不叫了，叫一嗓子，叫一嗓子啊！废了，再给它1分钟的时间，如果不配合我的话，今天晚上我高低得加个餐，我们等着吧。求生欲真的很强，主要是我也不缺肉吃。昨天我刚买了10斤牛肉，不是我有钱呢，而是我那一台19年迈腾放瓜子上卖的，卖8万多，比市场价多卖了1万。为啥卖这么高？因为我是直接卖给个人，个人卖个人，中间没有多次转手，所以卖得高，买家也省了不少钱。买卖二手车，我推荐瓜子，个人卖个人，卖家多卖钱，买家少花钱。目前来说，家里的动物没有一只他能看得上的。你们不要问我小兔子为何住在鸟笼里面，这只是一个小封印而已，解除封印，它们就出来了。主要是它们的自我管理意识太差了，出来之后不好管控，跑得到处都是，还要一直看着它们。这个位置还躲了一只，因为比较小，所以把它们锁在这里面还是比较安全的，又能晒太阳。比如说这只大公鸡，它的自我管理意识特别差，只要放出来，它肯定要去别人家打卡，但是因为它的块头比较大，一般的猫啊狗啊都欺负不了它，所以说把它放着，其实我是不用操心的。要说管理意识比较强的，就是新来的这一只小公鸡，把它放在外面，它1天都不会跑，然后它天天都围着鹌鹑的笼子旁边吃小鸡饲料。其实这和年龄也有关系，到了繁殖期那就不好说了。要是都像3号这样，我都放心了，24小时放着在，根本都不用操心。怎么流鼻涕了？是不是感冒了？来，去游个泳，降降温，等一会儿就好了。这一只是谁呀？豆芽吗？还给自己打扮了一下，别说还挺好看的。这帮鸭子的数量不对呀，可能田里面还有。不管了，它们基本上不管去哪儿都能自己回来。除了这一只大公鸡，在我的记忆里，它每一次跑出去，都是我手动把它给找回来的。它就没有自动导航系统，要不是它的实力摆在这里，现在鸡毛都没有了。同样是鸡，人家鸡哥自从嘴巴断了以后，现在每天不是在这棵树上练嗓子，就在地上玩泥巴，特别自律，叫声还很优雅。在这棵树上，我还是挺放心的。包括这个散养的2只兔子，人家也特别自律，都是在自己的领地活动。他最近好像盯上了猪圈里的这只母兔，天天都过来找，我怀疑他又要生小兔子，肚子这么大。好多人说最近狗子都出镜少了，那是因为我把它拴起来的。其实它是真的特别自律，只不过是越接近过年的时候，风险越大，所以说把它拴着也是做一个风控的调整。大公鸡是每天放几个小时，我现在都提前把它给关起来了，不然的话我还要自己去找它。今天差不多了，关起来。